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喜欢你故事解说。一场盛大的慈善晚宴正在举办，现场的宾客们纷纷议论着一位特殊的嘉宾，他就是京城薛家的大公子薛少飞。在场众人都清楚，薛家在京城地位显赫，根基深厚，而薛少飞本人更是外形出众，气质绝佳，完全契合大多数人的审美。众人交谈中得知，薛少飞并不涉足商界，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在古籍研究与修复工作上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薛少飞是个禁欲又自带神秘感的男人，心性清冷，不染尘俗。过往各类高端酒会上，无数顶级名媛主动上前搭讪，都没能换来薛少飞哪怕一个眼神。所有人都笃定，薛少飞对男女情爱毫无兴趣，满心满眼只有千年古籍与文物研究。人群中也传出了不一样的声音，有人觉得薛少飞不过是依仗家族显赫的背景才小有成就，整日钻研几本古书，还染上了文人的穷酸傲气。有人亲眼见过他的工作室，里面堆满了各类书籍和纸张，环境杂乱，看起来十分简陋。立刻有了解实情的人出面反驳，为薛少飞证明。众人这才知晓，薛少飞是全国最年轻的古籍修复专家，他所持有的专业资格证，全国范围内拥有者不超过20人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迄今为止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踏入薛少飞的私人工作室，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极为低调隐秘。就在众人热议之际，有人发现薛少飞现身晚宴现场，大家立刻纷纷上前观望，忍不住赞叹薛少飞的容貌与气质格外出众。人群中，一位名叫林依晨的女子的心思被旁人看穿，有人当场提醒她，薛少飞如同高岭之花，一尘不染，绝非普通人能够攀附，劝她不要痴心妄想。这时，林氏集团的林依晨也在场，她内心十分清楚，距离集团董事会大选仅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目前的局势对她十分不利。如果无法达成豪门联姻，获取强有力的助力，林氏集团最终一定会落入他人手中，而这个竞争对手正是他的姐姐。林依晨心中暗藏底气，他暗自想着，旁人眼中高不可攀的薛少飞，其实已经和他秘密同居了3个月，只是这件事无人知晓。为了稳固自己在林氏集团的地位，顺利拿下集团继承权，林依晨早早安排公司选品部门的100名员工，耗费1周时间，遍历京北所有区域，筛选适龄的豪门贵公子，为自己挑选合适的联姻对象。助理将筛选出的首位人选资料递到林依晨面前，此人是宝华集团3少。可林依晨看过资料后，当即判定对方只是徒有虚名，毫无真本事的富二代，直接要求更换人选。助理随即拿出第2位人选，顾家2少。顾家2少手握集团实权，在他的打理下，集团股价持续上涨，发展稳定。但林依晨知晓对方生性花心滥情，内里虚伪，是典型的斯文败类，毫不犹豫再次否决。林依晨心中十分焦急，他清楚姐姐林婉君已经成功搭上赵氏集团，背靠强大助力。如果在半年后的董事会大选之前，他不能找到一位各方面条件都远超赵家公子的联姻对象，他将彻底失去继承林氏集团的资格。接连否决2人后，他让助理继续筛选合适人选。助理告知林依晨，后续人选条件均不如前2位，无需继续查看，同时向他推荐了薛少飞。助理主动说明，薛少飞是京北顶级文化名门薛家的少爷，年仅26岁，手握哲学与考古双学位，从不混迹豪门圈子，不经营商业产业，不参与任何名利纷争，一心深耕考古与古籍修复领域。助理表示，薛少飞常年奔波于戈壁、敦煌等地，潜心研究千年文明，志不在商业权谋，原本并不在联姻考量范围之内。但林依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薛家是京北最深藏不露的顶级家族，看似低调不争，实则拥有能够撼动整个商界的实力，而薛少飞正是薛家最珍贵、最不容小觑的底牌。思虑过后，林依晨当即敲定将薛少飞定为自己的联姻目标。这时，助理补充了一条关键信息：薛少飞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母亲遗留的白玉簪，这件遗物意外流落在外，他辗转多地，多方寻找，始终没能将其找回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林依晨心中有了盘算，他暗自笃定自己很快就能和薛少飞正式产生交集。为了拿到白玉簪，林依晨独自前往私下交易的场合，现场有人看出她是林家2小姐，主动开口提醒，这个场合鱼龙混杂，并不适合女孩子前来。林依晨坦然表示，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要拿回一件落在坤哥手中的物品。坤哥知晓林依晨的来意后，率先开口报价3000万，表示愿意将白玉簪卖给他。林依晨十分爽快，当即应允，同意以3000万的价格成交。可就在交易即将达成之际，坤哥突然改变主意，告知林依晨自己不卖了。林依晨面露疑惑，询问坤哥缘由。坤哥解释，
他清楚薛少飞已经耗费5年时间寻找这只白玉簪，薛家的实力远不止3000万，所以他临时涨价，要求林奕晨出价3个亿才肯出手白玉簪，否则他就继续留存，等待薛少飞主动上门找寻。面对坤哥的坐地起价，林奕晨十分冷静从容地向坤哥分析利弊。他表示，薛少飞多年来寻找玉簪，始终只在拍卖会、博物馆、学术期刊等正规渠道搜寻，根本不会涉足私下交易场所。一旦薛家通过法务途径查到玉簪在坤哥手中，坤哥持有无合法来源的遗物，不仅拿不到钱财，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，最终迎来的只会是国际通缉令，而非收益。紧接着，林奕晨再度施压，他告知坤哥，自己前来交易前早已和助理交代清楚，如果自己今晚无法平安离开，林家定然不会轻易放过坤哥。为了区区3个亿，彻底得罪林家，断绝自己在京北的所有人脉与门路，这笔交易得不偿失。此时的白玉簪已经成了烫手山芋，继续留存只会给坤哥带来灾祸。随后，林奕晨主动出价4000万，坤哥坚持3000万原价。几番拉扯后，双方最终以3500万的价格达成交易。坤哥感慨林奕晨和他的姐姐截然不同，处事利落果断，最终点头同意成交，等待林奕晨的转账。交易完成后，林奕晨的助理连忙上前询问他是否安好。林奕晨坦言自己险些遭遇危险，心脏险些跳出，同时叮嘱助理务必保密，不能让家里人知晓今晚的交易过程。他心中满是感慨，自己为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薛少飞，险些搭上性命。薛少飞算是间接欠了他一份人情。林奕晨心里清楚，通过玉簪刻意接近薛少飞的方式太过刻意，但他也十分无奈。薛少飞性情清冷，生人勿近，不用这种方式，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靠近对方。另一边，薛少飞的下属前来向他汇报情况，告知薛少飞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。那只遗失多年的夫人遗物白玉簪已经被人买走，而买下玉簪的人是林氏茶饮的总经理林奕晨。得知消息后，薛少飞立刻吩咐下属主动联系林奕晨，明确表示只要能够拿回母亲的遗物，无论林奕晨提出什么要求，他都可以尽数满足。下属刚领命，就收到了林奕晨助理的邀约，邀请薛少飞当晚与林奕晨共进晚餐。薛少飞疑惑林奕晨的目的，短暂思索后，最终决定准时赴约。当晚的饭局上，林奕晨全程准时等候，薛少飞如约而至。薛少飞开门见山，直言林奕晨独自包下一整家餐厅，绝不只是单纯吃饭这么简单，直接询问他的真实目的。林奕晨故作从容，表示原本打算饭后再将东西交出，既然薛少飞心急，便直接拿出了白玉簪，让薛少飞查看。薛少飞看到失而复得的遗物，满心动容，随即开口询问林奕晨的报价，想要出钱买下玉簪。让薛少飞意外的是，林奕晨直接拒绝了钱财交易。薛少飞十分不解，他疑惑林奕晨大费周章，冒险将玉簪从国外追回，分文不取，到底想要什么回报？紧接着，林奕晨主动向薛少飞表明心意，他提及薛少飞已然到了适婚年龄，家中必然有催婚的压力，并且他清楚薛少飞早已调查过自己的背景，论家世、能力与匹配度，自己是最适合和薛少飞联姻的人。他直白提出想要和薛少飞结婚，达成联姻合作。面对林奕晨直白的联姻请求，薛少飞委婉拒绝。他真诚表示自己十分感激林奕晨帮自己找回母亲的珍贵遗物，但婚姻是终身大事，不能仅凭利益交换达成。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这样的交易式婚姻他无法接受，只能婉拒林奕晨的好意。看着薛少飞转身就要离开，林奕晨内心瞬间慌乱起来。他清楚，如果薛少飞就此走出餐厅，自己这场精心策划的铺垫就会彻底落空，不仅辛苦得来的筹码无法送出，更会在薛少飞心中落下一个唯利是图、只想交易的负面印象。危急关头，林奕晨立刻转变态度，主动开口挽留薛少飞。他告诉薛少飞，此前提出的协议婚姻只是自己对他的试探，并非真心想法。他认真表示，自己真正的心愿是和薛少飞从普通朋友做起，慢慢相处。林奕晨主动将白玉簪归还给薛少飞，坦言此番举动只为结交朋友，并非有所图谋。他告知薛少飞，后续两人相处全凭心意。薛少飞想请他吃饭便请，不想请也无妨，他不会纠缠打扰。若是薛少飞认可他的为人，两人就慢慢相处；若是觉得他性格偏执，两人就只做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即可。看着林奕晨坦然真诚的模样，薛少飞轻声回应，开口说出了一句很高兴认识你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让林奕晨的阶段性目标顺利达成。林奕晨心中暗自打定主意，既然薛少飞看重感情基础，不愿接受交易式婚姻，
那他就慢慢陪伴，用心和他培养感情，循序渐进打动他。此次见面过后，林奕晨开始主动制造和薛少飞相处的机会。一次，两人同行途中，突然冲出一只野狗，林奕晨下意识挡在薛少飞身前，担心野狗伤人。待野狗离开后，薛少飞提醒林奕晨可以松开手，同时察觉到他的心跳速度极快。林奕晨连忙解释，是因为刚刚突发状况太过惊险，并非对薛少飞动心。随后，他主动开口缓和气氛，告知薛少飞家里的阿姨炖了滋补的汤，自己只是顺路给他送来。薛少飞心生疑惑，两人相识时间极短，林奕晨却主动送汤，太过殷勤。他开口反问林奕晨是否对所有朋友都如此贴心。林奕晨立刻否认，表示自己的朋友很少，只会对在意的人如此。朋友之间相互关心本就是常态。他还贴心告知薛少飞，自己已经提前试过汤的口感，味道很好，让他趁热饮用。之后，林奕晨直接来到薛少飞的工作室，门口工作人员阻拦未果，林奕晨直接谎称自己是薛少飞的女朋友，顺利进入工作室。正在忙碌工作的薛少飞看到他突然到访，直言他已经打扰到自己的工作。林奕晨没有在意薛少飞冷淡的态度，开口询问他汤的口感。薛少飞如实回应味道不错，但工作繁忙，只匆匆尝了一口。林奕晨立刻拿出提前准备的新汤，贴心表示凉掉的汤口感会变差，让薛少飞抽空饮用。看着薛少飞始终专注工作，无暇喝汤的模样，林奕晨主动提出喂他喝汤，薛少飞当即拒绝。林奕晨随即找了借口，称薛少飞的双手需要触碰珍贵古籍，一旦不小心将汤汁洒落在古籍上，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，劝说薛少飞接受自己的投喂。最终，薛少飞没有再拒绝，喝完了汤。等到薛少飞结束一天的工作，发现林奕晨还没有离开，他开口询问，林奕晨依旧谎称自己是刚好路过。结束工作后，薛少飞主动提出顺路送林奕晨回家。返程途中，薛少飞数次开过林奕晨的住处，反复绕路行驶。抵达目的地后，薛少飞才坦诚告知林奕晨，自己送他回家根本不顺路，甚至还不熟悉路线，所以才会在他家楼下反复绕行。他还打趣说道，自己之所以愿意绕路相送，是因为薛少飞外形出众，独自回家太过危险。说完之后，薛少飞便准备转身离开。林奕晨连忙开口提醒，这种时刻他可以主动邀请自己上楼小坐。薛少飞依旧保持疏离，委婉拒绝了他的提议，让他自行回家休息。林奕晨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暗自笃定两人很快就会再次见面。当天深夜，林奕晨再次主动找上薛少飞的住处，佣人连忙向薛少飞汇报，称林奕晨突然到访，还声称自己怀了孕。薛少飞听闻后立刻出门见他，开口严肃询问她怀孕的月份以及孩子的父亲。林奕晨当即坦言，怀孕的说法是自己编造的，如果不这样说，薛少飞根本不会愿意见他。他随即露出自己受伤的伤口，委屈表示自己白天不小心受了伤，疼痛难忍。在京北只有薛少飞这一个朋友，无奈之下只能前来求助。薛少飞见状，连忙询问是否需要拨打救护车。林奕晨立刻摆手拒绝，称小伤口无需小题大做，简单处理即可。薛少飞随即转身进屋，拿出家里的药箱，准备为他处理伤口。林奕晨嫌弃他拿出的创口贴样式丑陋，主动更换了好看的创口贴自行包扎。包扎完毕后，林奕晨真诚向薛少飞道谢，感谢他愿意出手帮忙。薛少飞态度平和，表示换做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，他都会施以援手，无需特意道谢。短暂沉默后，林奕晨再次提起之前的联姻提议，希望薛少飞能够重新考虑。他认真和薛少飞沟通，坦言自己承认对此事抱有强烈的企图，但最终的决定权始终在薛少飞手中，他愿意耐心等待。林奕晨向薛少飞阐述自己的感情观念，他表示感情基础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积累的。自己一次次送汤，一次次陪伴，一次次主动求助，都是在一点点积攒两人之间的羁绊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形成深厚的感情基础。他希望薛少飞能够放下顾虑，慢慢接纳自己，了解自己。